为了少点麻烦，我总是捏造自己有老公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老公不会同意的，买了也得退回来。就这样，不想买的东西，不想加的班，不想去的饭局，全推给我老公，而我的世界清静的不得了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盛薇，有你的包裹。什么包裹？我最近没网购啊。不知道啊，跑腿刚送来的，说是你老公送的。你老公第一次往公司给你送东西，不会是什么纪念日礼物吧？快拆开看看，我们都好奇一早上了。就是，快拆开看看嘛。哪个损友搞的恶作剧？该不会是周可这丫头片子想看我笑话吧？是不是咱们上周逛街你看中说老公不让穿的那条吗？37000那个。这裙子当时我嫌贵，借口老公不让穿才没买。可这事儿只有我和周可知道啊。哇，这裙子好漂亮，身为你老公也太好了吧！这么贵的裙子说买就买。哎，老婆喜欢就要拥有，你值得一切美好。爱你的老公陆时涵。哇，连我编出来的老公名字都知道。他就是瞎花钱，少凡尔赛了。你之前还说老公不会让你穿这么短的裙子，现在这不是给你买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会是哪个同事真暗恋我吧？这手笔也太大了。可可，你说这裙子会不会是记错了？这上面写的就是你名字啊？是我的名字才奇怪呢。谁会花这么多钱来恶作剧吓我？要不你穿上试试？我还没看过37000上身什么效果呢。不了，万一掉颗钻，我多心疼。也是，那下次团建你可以穿，闪耀全场。不知道是谁寄的，哪儿敢穿？万一真是记错了，那不是尴尬了？就算没记错，来路不明的东西，我也不敢穿啊。这么贵的衣服都舍得买，切，你老公一定很爱你吧？我俩感情是挺好的。你今天这耳环挺好看的，是吗？这是昨天刚收的礼物。收到礼物？你最近也收到了快递，不是自己买的，却寄到你家的那种？没有啊，我这是……该不会这条裙子不是你老公买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嘛，咱们公司都知道你已婚，除了你老公，谁还会买东西送你啊？总不能是有人暗恋你送的？那裙子确实漂亮，我要是你老公，我也愿意送给你。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士，值得更多好东西。哎，你不是咋回事？难道裙子是他买的？张远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之前天天跟刘姐献殷勤，怎么突然找上你了？该不会真是他暗恋我吧？盛薇女士，您的包裹请签收一下。什么？又有快递？哇，是你逛街时候说整套都想买，但老公不让的轻奢新品，结果买好直接给送来了。你这是什么神仙老公啊？确实神仙，神仙到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如果真是哪个暗恋我的人，这手笔也太大了。可如果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收到礼物怎么一点都不高兴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，肯定是和你老公吵架了呗，所以他才买这么多东西哄你。哎呀，有这么大方的老公，吵什么架啊？可可想把一整套都买下来这句话，我只在跟你逛街的时候说，在场只有你和我。你觉得是我送的？我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拿什么买？不是周可，那会是谁？张远、王强，还是……行了，都散了，不上班了。盛薇，来一下。你这口红到底是不是你老公买的？可不能谁东西都要啊。应该是吧。那你只跟周可说过的话，你老公怎么知道的？怎么可能？他可能猜的吧。爱他的人肯定是一直关注他的，喜欢什么自然知道。
张远刚才说那些是失心疯了吗？他不会暗恋你吧？可能他精神不好吧。可他和刘姐有一腿啊！你看刘姐刚才那刀人的眼神，还不恨死你了？又是匿名买的，这人连我和周可的对话都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不会是手机被监听了吧？现在大数据那么厉害，说不定是购物 APP 根据我的浏览记录推送的。但是不会写爱你的老公啊！要是再收到东西，我就直接扔掉。盛薇，快来拿你的花。你看到是谁送的吗？转个身的功夫就出现在这儿了，也没见谁送来的，就看见写着给你的。一个人捧着这么一大束花，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会又是……这人非要用这个身份给我送东西，不会知道我没有老公想吓我吧？这花扔了吧。哎，别扔啊，这不是你老公。我打听到张远欠了不少钱，你可别让他沾上。张远欠债，那就不可能是他送的东西，会是谁呢？谁放的？我看见你了，赶紧出来，不然我报侦所了。他知道我住哪儿，这个人知道我家地址，这个人一定是公司里的人。他明知道我没有老公，是在嘲弄我，还是在警告我？不会是变态吧？盛薇，听说你昨天收到一大束进口玫瑰，前台说那花是高奢品牌，要1999呢。咱们公司跟那家店可有点距离，光配送费都1000块，你老公也太舍得了吧？就是啊，你干嘛让前台扔掉？是不是还没跟人家和好？没有。要是我老公这么哄我，我早原谅他了。37000的裙子，全套口红，1999的花加1000配送费。盛薇，你老公到底做什么的？太有钱了吧？这些人里有没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？盛薇，你脸色好差，没事吧？我有点不舒服，今天想早点走。早走？不会是想回家和老公温存吧？不能再待在公司了，要是他晚上登门就不安全，我得去爷爷那儿躲一躲。薇薇啊，爷爷可好久都没看到你了，上次见你还是……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看你气色不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就是想您了嘛。嘿嘿。爷爷，您的助听器呢？啊？你说啥？助听器哪儿去了？那东西啊，昨天钓鱼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怎么能不碍事儿？你耳朵本来就不好。我现在啊，就给你买一个，我看看哪款最好。随便买个便宜的，能用就行，别浪费钱。我们小薇赚点钱不容易。您别管了，我给您挑个好的。今晚我住这儿，那个人总不会连爷爷家都知道吧？这里应该安全，这里他找不到吧？这几天被那个神秘人折腾的都没睡好，好困啊！明天仔细挑挑再买，先睡吧。吵醒你了吧？爷爷这除了你还从没来过别人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一大早上敲门还越敲越响。您好，有个包裹，请盛薇女士签收。
哎呦，大孙女，你在哪儿买的？这么快就到了？我还没下单，这是谁买的？微微，你怎么了？这不是你买的？没有，是我买的，但是型号错了。这人怎么会连我爷爷家地址都知道？我昨晚只是想要买助听器，还没下单，助听器就送到了。这次没有同事，没有周可，他为什么还是知道了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在我手机里装了什么监控软件？微微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女士，这快递您到底要不要？不要我拿回去了。不要！拒收！拿走！微微，人家快递员跑一趟也不容易，要我说就凑合用得了。不能让爷爷知道，他年纪大了会担心的。好了，爷爷，都说是型号不对，退回去换个合适的型号。我都饿了，先吃饭，吃饱了我们出去买。报治安所怎么说？说一个不存在的老公给我送礼物，说有人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治安员会信吗？爷爷，我先回公司了，以后有任何不知道的快递都别收，一定先问问我。好。你好，我想查一下我名下的手机卡有没有开通什么特殊业务。具体什么业务？就是那种我发了消息，别人那边也能同步收到的。您名下就一张卡，尾号1314，没有开通副卡和消息同步类的业务。那最近3个月有人拿我身份证办过业务吗？或者查过我的通话记录？近3个月没有任何业务办理记录，也只有今天您本人来查这一次。那能查到有没有人在系统里看过我的信息吗？没有，只有今天我查过一次。没有人查过，没有副卡，没有消息同步业务，可他什么都知道，他怎么做到的？谢谢。女士，您还有事吗？有没有什么方法，别人可以不用我的卡就能看到我的聊天记录，或者能通过手机听到我周围声音的？如果对方在你手机上装过监控软件，或者拿到过你的验证码，可能在别处登录过你的账号，但这个不属于我们业务范围，您得去检测手机。没有监听，没有副卡，没有人查过我的信息，那问题一定出在手机上。女士，想看什么手机？给我拿最新款的，能立刻用的。哦，有的。这款刚到的，卖的特别好。新手机，什么软件都没有，这一定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你们这儿能回收旧手机吗？可以，不过要先格式化清楚。现在就帮我格式化，彻底清除那种。好的，您要不要先备份一下照片什么的？不用，直接清除。所有数据都会被清空，并且无法恢复。你确定不再检查一下吗？不用。好了，回收价大概800块。行。这下总行了吧？换了新手机，那个人总不可能再找到我了吧？终于，那些礼物、那些消息、那个人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奇怪，不是格式化了？这手机不会是中了什么病毒吧？你们听说了吗？
咱公司附近那个翠屏小区，上个月有3家都进了小偷。真的假的？我就住那附近啊，丢什么东西了？笔记本电脑、首饰、现金，报治安锁了也没查到。听说都是独居女性被盯上。哎呦，那某个有老公的富婆可要小心喽。别搭理他，我家那边还好，但我也一个人住，有时候晚上听到动静也害怕。但我是穷人，没人偷我的。那个人半夜都能把花放在我家门口，他会不会是小偷？如果他想进来，不行，不能再住那里了。换了手机不换地址，他还是能找到我。可可，你住的那个小区空房多吗？你想搬家？虽然小偷猖狂，但你不是有老公吗？怕什么？哦，你俩不会吵架还没好呢。他长期出差，我一个人住总觉得不安全。哦，这样啊，嘿嘿，我那个小区楼下有门禁，保安是24小时的。那我帮你问问中介。那麻烦你了，要是能和你做邻居，有什么事还能互相照应。好嘞。我对门502那户上个月好像刚挂出来，我没找到，我回去帮你问问吧。谢谢你，可可。换了房子，换了手机，那个人总该找不到我了吧？我换了手机，他怎么还能找到我？又是你老公寄的吧？今天这个好薄，他对你可真好。谢谢。快拆开看看是什么，我好奇半天了。房产证，你老公给你买房啦？502，我前天才跟可可说想搬去他对门，就已经买好了。盛薇，你脸色好差，没事吧？这不是我们小区吗？502，那是我对门啊！昨天我才说今天你就买了，你还真是富婆啊！他这个反应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这不是我买的，又是你老公送的。你跟别人说过我想搬家的事儿？没有啊，我没人可说啊。怎么了？如果他没说谎，那这个人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买这套房子？而且1天之内就办完了过户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如果周可说谎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花这么多钱大费周章，就让我去和他做邻居。盛薇，你脸色好差，是不是你老公没跟你商量就买了？你不高兴？没有，高兴，就是太突然了。小区位置不错吧？那边就是地铁，买菜也方便。走啊，愣着干嘛？既然我住哪儿他都知道，那干脆就住进他买的房子里。我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。还有，他和周可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恭喜你搬新家，以后咱俩就是邻居啦。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。谢谢你帮我搬家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我这个人朋友不多，你算是最交心的一个了。哎呀，同事之间互相帮忙嘛。再说你老公常年出差，你一个人多不容易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。你说我老公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给我买衣服、买口红、买房，可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几次。你这话说的，你自己老公你不知道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太忙了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我老公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，问过我喜欢什么？盛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从刚才起你就一直问东问西的，你不会是怀疑我跟你老公有什么吧？我告诉你，盛薇，我最看不起撬闺蜜墙角的。你要真这么想，咱俩朋友都没得做。看他的神情，不像是在说谎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误会他了？没有没有，
就是每次我跟你说完的话，他马上就能知道。我还以为你俩瞒着我，想给我搞惊喜呢。喝多了瞎聊，别往心里去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怎么可能怀疑你？别生气，我自罚一杯。你今天好奇怪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如果不是我这儿的问题，那会不会是周可被监控了？大费周章让我搬进这间房子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万一他在房子里装了什么东西呢？不行，得找人查一查。女士，我们已经用专业设备全屋扫描过了，没有发现窃听器、针孔摄像头或者信号发射器。路由器也检查了，没有植入恶意程序，没有被远程监控的痕迹。您这套房子很干净，确定每一个角落都查过了？都查了，您可以放心住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可可，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偷看我？我就是听到你那边有动静，以为你老公回来了，我太好奇他长什么样了，所以……你就是因为这个？真的，我保证我就是好奇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句都没传出去。我拿你当朋友，有事你可以直接问我，我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。哟，盛薇来啦！昨晚又收到什么好东西啦？你那个老公这次送你什么啦？盛薇，别装了，我们都看到你那天搬家的照片了。锦绣花园那是高档小区吧？一个月租金少说8000，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别胡说，那是人家老公买的。不过这老公藏得够严实的，我们可从来没见过。他出差了，很忙。出差？谁出差3、4个月都不回家啊？她老公是宇航员啊，在太空回不来。我们也是担心你被骗，新闻刚报了一个用女朋友名义贷款买房的，最后还不上可惨了。我没有被骗，那些东西都是我老公送的。你入职的时候填的是已婚，但你从来没晒过结婚证，没戴过戒指。盛薇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你那个老公不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还是说是你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啊？说了就等于承认我骗了所有人3个月，可不说就等于默认了。不说话了，心虚了。你拍我，删掉！37000的裙子，全套口红，1900的花，都是几千块工资的人，他凭什么过这么滋润？我看他就是被包养的。我没有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不想有不必要的麻烦和社交，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会突然在这儿？陆诗涵，是你吗？微微，我都看到了。他为什么不出现？我在公司被他们围着骂，可我连你是谁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怎么把我害成这样，你连面都不敢露吗？快了，微微，再忍一下，我会帮你的。哟，陆太太磕一下就起不来了。这些人难道是他派来的？是因为我刚才的控诉？快了，微微，再忍一下，我会帮你的。你们是谁啊？哦，盛薇找来的人吧？
她要是真有个干正经营生的有钱老公，还怕被拍？既然这么吹她老公，那就带大家都认识认识呗，让我们也沾沾光。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没有证据就在这血口喷人，问你们话的时候又不敢说了。你们这些人跟长舌妇有什么区别？小薇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年轻人爱面子，我能理解，可你这样影响前途啊！说话要负责任的，刘姐，你是公司的元老，这个时候跟他们一起无端揣测，不应该吧？别怪姐多疑，你这样遮遮掩掩的，谁能相信你？盛薇，别图一时痛快，趁早回头还来得及。那我倒是想问问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不想有不必要的麻烦和社交。那不就是装？请问哪位是王丽女士？是我。李芳女士，我是。我们是陆世涵先生委托的法务团队，这是我们的名片。王丽女士未经允许擅自拍摄盛薇女士不实照片，发布至网络，涉嫌侵犯肖像权。啊！另外，根据我们掌握的录音证据，几位多次散布盛薇女士被包养、老公是假的等不实言论，已构成对盛薇女士名誉权的严重侵害。盛薇，你跟我玩阴的！刚才你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是谁说我是被包养的？谁说我干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他们对我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，你们准备怎么处理？我们有完整的录音录像证据，将会对各位提出诉讼。你们凭什么？这些都是同事间的玩笑话，不用闹这么大吧？刘女士，您用影响前途来威胁盛薇女士，这已经超出了玩笑的范围。诽谤他人名誉，情节严重的，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处罚。那你们想怎么办？陆先生的诉求很明确，所有人必须手写道歉信公告7天，在本地法制版报纸刊登道歉声明。如果做不到，这是起诉书，我们随时可以递交法院。盛薇，我们错了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跟他们求求情吧，别告我们。你们造谣的时候，有想到我跟你们是同事吗？盛女士，陆先生的意思是这件事情由您来决定，是道歉了结还是法院见，您说了算。盛薇，我平常对你不好吗？大家都是开玩笑，何必搞这么大阵仗？就是啊，盛薇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哎呀，太狠！你们拍我照片的时候，对我咄咄逼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狠？会不会太双标了？当然，你们也可以不照做。那样的话，我们会提起诉讼。除公开道歉以外，盛薇女士还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，金额是情节严重，最高可达20万。20万！我孩子刚上小学，家里还有房贷，你让他们别告我，求你了。盛薇，我们就是嘴碎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现在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怕了。陆先生的意思，按盛女士说的做，可以商量。照着抄张贴在社区公告栏，如果中途撕掉，我们会直接起诉。能不能少几天？不行。盛女士，陆先生让您安心，一切都会处理好的。我去，你老公这也太帅了，看见没？他们脸都绿了。这些麻烦也是他惹出来的，可他现在又出来帮我，这算什么？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？盛薇老公到底什么来头？直接法务团队上门，以后谁敢惹他？别议论，那肯定不是一般人。盛女士，后续有任何问题，随时联系。我靠！你们快看热搜！真的假的？盛薇，道歉声明上了法制报头版头条了。这么快就上了法制头版，这个人到底……盛薇，
道歉信已经贴公告栏了，为什么还要登报纸？你是要逼死我吗？你指着我骂的时候，没想过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盛薇，你老公真的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吗？我们以后怎么做人？不是他要把你怎么样，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当时说人家包养的时候，不是挺能说的吗？登报纸也太狠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他俩活该。盛薇老公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连报纸都能安排。行了行了，道歉也道了，别在办公室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以后这件事不许说了，都回去干活。以后在公司可别惹盛薇了。盛薇，你老公这也太帅了吧？他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我之前也对你，他会不会准备给我整个大的？不知道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公告栏，法务团队，报纸道歉。陆诗涵，你什么时候才肯让我看看你的真容？之前没住进来的时候，裙子、口红、花、助听器，一个接一个。搬进他买的房子，反而消停了，惹出这么多麻烦。你到底是想帮我，还是想害我？我听见了，我以为对你好，结果全变成了别人伤害你的把柄。我想对你好，想保护你，但好像都选错了方式。这些事情是我没处理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公告栏上贴的道歉信，法务团队去过了，报纸也登了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可是我送你的衣服你不穿，口红也不用，连爷爷的助听器你也不要，你是嫌弃我了？你生日快到了，我给你转些钱，随便用，不用替我省。怎么又做这种梦？陆诗涵说要给我转钱，我肯定是最近被折腾得太厉害了，神经都错乱了。就算他再手眼通天，也不会知道我的银行卡号吧？哪有这么悬的事儿？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！你干嘛啊？没干嘛。看错了吧？真有转账信息？不对啊，这张是工资卡，除了公司的人没人知道。你好，我要查一下银行尾号7887刚才一笔账的转账人信息，金额100万。女士，请问您是收款方吗？对，我是。抱歉，这笔转账是通过代理行处理的，我们只能看到对方账户是匿名托管账户，无法查询到具体的个人或企业信息。代理转账，那总该有个公司名称吧？没有的，女士，代理行有权保护客户隐私，我们这边查不到更多信息，建议您联系对方确认。银行都查不到他是谁，这个人他真的存在吗？还是说我疯了？盛薇，你怎么了？眼都不眨一下。没什么，梦里说要给钱，钱就到了。那梦里说的其他话呢？他们昨天还在挖苦我，然后法务就上门了。这不是巧合，所有事情都是连着的。这个人知道我的一切。对了，盛薇，我看你台历上标记了，今天生日打算怎么过？这钱我能花吗？花了会不会有什么后果？可他刚帮我收拾完同事，现在转钱是想让我花，还是等着看我敢不敢花？如果我花了，我是不是就能见到他了？各位，今天我生日，我老公请大家吃饭。哟，你老公请客啊？给你转钱了？
他出差了，转了点钱让我自己过。哇，好浪漫啊！转了多少？520还是1314？100万。多少？你说多少？100万。100万，这钱来路这么正，别是打肿脸充胖子吧？盛威请客还堵不住你的嘴，忘了之前登报的事儿了？富婆，别理他，我爱被包养，你包养我吧，我给你洗衣做饭，当牛做马，牛逼死也要和小姐在一起。盛威，你请我们吃这么贵的，这家店人均3000多，3000多的大餐我还真没吃过，那我可要尝尝。万一这钱不能花怎么办？会不会是诈骗？用了100万，治安员找上门怎么办？可他已经转了，就算我不花，这笔钱也在我的账户里。他害我被同事孤立，又帮我把厂子找回来，他让我害怕，又给我钱花，这就像先打我一拳，再给我一颗糖。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他要是真这么神通广大，花了这钱他就该知道，也许我就能知道真相。盛威，谢谢你请客，这顿饭少说也要10几万吧？你老公真大方，出差还给你打这么多钱让你过生日。来，许愿，盛威快来吹蜡烛。都花了10几万了，质问也好，报治安所也好，他为什么还没有反应？难道真的是我想要就给？那我不如是个大的，我想要好多好多钱，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。这么晚了，谁发消息？个10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、1个亿！一个亿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晚上许愿要好多钱，他就转了1个亿。我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只是在心里想了一下，他就能知道的。在我身体里吗？他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不是，不可能是人。他连我许什么愿都知道，那我在他面前是不是透明的？爷爷家地址他也知道，他会不会去找爷爷？爷爷会不会有危险？这么晚爷爷肯定睡了，明天一早就去爷爷那儿看看。没事的，肯定没事的。这么大一笔钱，万一被坏人盯上怎么办？虽然有钱的感觉很爽，但花这个钱真的心惊胆战。不行，我得去报治安所。如果治安员能查到来源最好，如果查不到，也算是备案了。明天一早就去报治安所。这是哪里来的照片？他是谁？肯定是有人监视我，肯定是！您好，我是物业保安，有人吗？刚才有邻居反映听到尖叫声，说您这户传出来的，您没事吧？邻居周可。
我没事儿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小区电路临时检修，可能吓到您了。您方便开一下门吗？我需要确认您安全。女士，您脸色很不好，需要帮您叫救护车吗？不用，我没事。那就好，电路已经修好了，您早点休息。还有盛小姐，半夜不要大喊，影响别人休息。简直是闹鬼了！这些照片我一点印象没有，这个男人我也确定我不认识，照片肯定是 AI 的。可我刚换了新手机，难道新手机也被监视了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治安所我是必须要去了。你好，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治安员同志，我的手机里突然出现陌生男人的照片，而且我还收到来路不明的一大笔钱。来路不明的钱多少？1个亿，不是100万加1个亿。1个亿？你一惊一乍干什么呢？什么1个亿？这姑娘说收到1个亿。1个亿？尾号7887的账户，余额1个多亿，这不是你 P 的图？昨天我先收到了100万，备注写的是老婆生日快乐，后来又转了1个亿，备注老婆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。那这明显就是你老公转的。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？我没有老公。这姑娘该不会是……你先坐下，慢慢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盛薇。盛薇，你说你收到陌生男人的照片，什么照片？这个男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更不可能有老公。这些照片是昨天晚上突然出现在我相册里的。手机给过别人吗？没有，而且最近我经常收到打着我老公名头送的礼物，有点害怕，就买了新手机，旧手机已经格式化卖掉了。这情况不对啊，照片凭空出现。你身边有没有同事或者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？我问过最要好的同事周可，他说没有。别人那里我也试探过，但他们都不觉得奇怪，因为……哎呀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其实同事们都以为我有老公，我就是怕麻烦，又不会拒绝别人，为了省事就编了个老公出来。不想加班，不想去饭局，不想买的东西，全说我老公不让。本来一直都好好的，可谁知道，后来真的有人用这个名义给我送东西了。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谬，可这些都是真的。你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个老公是编的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盛薇，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。3个月前。好的，情况我们了解了。刚刚你和客服的通话，我们也做了录音。把他的手机拿去技术科备份，检查一下照片有没有篡改痕迹，还有再查一下有没有远程植入的程序。明白。盛薇女士，您的手机我们需要暂时拿走做技术检测，大概需要几个小时。好。盛薇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有几点我要跟你说清楚。第一，这笔1个多亿的转账目前来源不明，在你提供合理解释之前，这笔钱暂时不要使用。已经花掉的部分，比如请客吃饭那些，等调查结果出来，可能需要你配合补交说明。我知道，那笔钱我本来也不敢多花。第二，我们需要去你的公司和家里做进一步调查，一方面是核实你说的礼物和房子，另一方面也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治安员，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？你说。调查的时候，能不能别让我同事知道我来报治安所了？
也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根本没有老公。治安员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爱慕虚荣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早就不在乎这个了。主要是公司里已经有人说我被包养了，要是再让他们知道老公是我编的，那就真的坐实了。我不想因为这个解释不清的谣言，让误会加深，影响我生活。保护隐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。那走吧，先去你家看看。是插座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发现窃听器或者针孔摄像头。你之前请人查过？我刚搬进来就找人专门查过，也没查到什么。你没搬家之前那个送花的是怎么送到家门口的？监控查过吗？小区监控说那几天刚好坏了。没有异常，应该是正常的民用住宅。走吧，去他的公司。母队长，你们进去之后就说是我朋友行吗？别说身份。可以。这谁啊？穿的这么正式，不会是身为老公终于出现了吧？你的工位在哪儿？查一下他工位周围有没有异常设备。盛薇，这谁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朋友来帮我看看东西。朋友骗谁呢？还带仪器来，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让人家盯上了吧？请问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例行调查，你们不用紧张。调查？盛薇不会犯事儿了吧？盛薇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你老公？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没有发现异常。今天先到这里，后续有进展会联系你。那个手机，技术科检测完会送回来，今天之内。盛薇，你朋友是干什么的？还带着仪器，好专业啊！是来查什么的？查你老公有没有出轨，还是查你钱从哪里来的？这有钱人是不一样哈，总疑神疑鬼的。要不要一起查查我们的？别再有什么问题怪到我们身上。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是酸，你没事就好。不会是查她老公的吧？万一之前是……完了，这下更说不清了。盛薇女士，您手机检测完了，照片是原图，也没有远程植入软件。原图？那到底是怎么到我手机上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谢。照片？什么照片？还原图？可别是什么艳照门，那可真是大新闻了。都没事做了，有这时间说闲话，没时间干活。小薇啊，有什么事儿别藏着掖着，说出来，大家帮你参谋参谋。盛薇，到底什么照片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他们就是等着看我笑话，不管最后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他们都不会放过羞辱我的机会。你们不是想看吗？这就是我老公。哇，你老公好帅，还真是有老公。现在 P 图技术发达，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你是不是花钱找男模拍的？还有这张，这看着不像假的。行了行了，人家都拿出老公照片了，别没完没了，都散了散了。就他会装好人，背地里比谁说的都多。盛薇，你老公真的好帅，不过他到底做什么的？怎么从来不来接你？他工作忙，常年出差。哟，那可真是隐形人。礼物是老公送的，法务团队也是老公找来的，现在照片也是老公，可真人呢？谁见着了？别理他，他就是嫉妒。真不用往心里去，他们自己过得不好，就见不得别人好。我没事。
您送手机的治安员。是我。关于您住的那间房子，我们有一些新的线索，想请您来核实一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一趟。又早走，该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上午带几个朋友来，现在又像是有什么急事儿，装的真像。盛女士，您来了。母队长还在办公室，您稍等。什么母队长？你说什么队长？母队长啊，负责您案子的。姓母。母队长，这个姓。母，他姓母，他在戏文里。盛女士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我已经……微微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爷爷了！爷爷，还能看见你，真好。小薇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爷爷。爷爷，我没事儿，您别担心。盛薇，你突然晕倒，吓死我们了。周可，他也在这里，那他也一起。盛小姐，我们查过了，你的账户确实收到共计1亿100万的转账。他们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，可我都想起来了。多少？1亿多？微微，这咋回事啊？治安员同志，我孙女一直遵纪守法，你们可一定要查清楚啊！老人家，您先别急，我们正在调查。爷爷，您先别慌，我回头跟您解释。盛薇，1亿多是你老公转的？你是？我是盛薇的同事周可。你见过她老公吗？没，但是公司同事都知道她有老公，叫陆诗涵，送了她好多礼物。就是她老公常年出差，我们从来没见过。那基于刚才的话题，这笔转账的来源我们暂时查不到，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另外，你说送礼物这人的名字和你编造出来的老公名字一样，但系统里查无此人。编的老公什么意思？那个治安员同志，我能撤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全都想起来了。我想起陆诗涵是真实存在过的，我也知道你是谁，知道我死了，知道你们都……但我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的，我自己都觉得荒谬。因为这钱确实是我老公给我的。微微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哪来的老公？我真有老公，只是我之前忘记了。忘记了？我说了，系统里查不到陆诗涵这个人，而且盛小姐，你的信息显示未婚，构假案可是要坐牢的。我没骗你，男朋友也可以叫老公的，他真是我老公，他只是不在这里。行，那你说说那人他在哪儿？我不能说，说了我只会被当成疯子抓起来。微微，你什么时候谈的对象？爷爷怎么不知道？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能给你那么多钱？盛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听糊涂了。对不起，之后再跟你解释。行，我们姑且当他存在。那请你现在联系一下你的男朋友，让他来解释清楚这钱到底是怎么转的。我联系不上他。盛薇，你最好说实话，这笔钱来路不明，如果查实涉及违法，你知道后果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些礼物、裙子、口红、房子都是他给的。我是拿不出证据，但我没有骗人。你前几天来说不知道钱是谁给的，现在又说想起来了是老公给的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不是，我没时间陪你玩失忆游戏。既然你不想好好回答，把人带回治安所，请吧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他刚醒过来。老人家，该问的问过了，他一句也答不上来，我们只能按程序走，带他去治安所继续问，也是为了早点调查清楚。哥哥，
有些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说，等之后我再跟你解释。你帮我照看一下爷爷。你先跟治安员去，爷爷这儿有我，放心吧。护士小姐，今天几号？那不是写着吗？7月15号。在这里生活了3个月，居然从来没注意过这些，日期都不换一下，草率成这样，到处是 bug。盛女士，没事。人被治安所的人带走了。陆总吩咐过，盛小姐不能有任何差池，不然你知道后果。户籍、社保、银行、通讯都查不到你说的这个陆世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不一定是巧合？一个不存在的人用来走账、洗钱、做非法交易，最合适不过。等你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消失了，而你就是最好的替罪羊。不是理由，那些东西是他送的，他没有害过我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我也希望这件事很简单，就是老公给老婆转了钱。但你要明白，这件事到了我们手上，我们就必须对你负责。如果真的是坏人存心利用你，谁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？可他是真的存在的，也真的是我老公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这段时间你们见过面吗？在哪儿见的？方便让他来为你作证吗？我们现在只在梦里见过，可这话一说，他们更会觉得一切都是我编的，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存在过。下午精神疗养院的人会来接你做安全评估，你先休息一下。我没病。如果你说的那个人真的存在，那就等下午看看他会不会来。治安所的件签收一下。陆诗涵给我送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给我送来的，他可以给我作证，你可以问他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盛薇，你给我送过好几回礼物，寄件人写爱你的老公的那个。礼物签收一下。这不是治安所的文件吗？你递给我干什么？礼物签收一下。盛薇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一说礼物，他怎么就……您的包裹，请签收一下。治安所的快递，你给他做什么？盛薇，你确定是他能给你证明吗？不对，他有问题，他不像活人，更像被触发了程序的机器。我不是治安所的人，你找错人了。我签收，你走吧。他是个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，作用可能是监视着这个世界。这里还真是到处都是 bug， 为什么我到今天才发现？老人家，根据程序要送盛薇做精神鉴定，您是他的直系亲属，签字吧。你们凭什么把我孙女关到精神疗养院去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不签。这是2件事，您别激动，不是要关他，是鉴定，这是必要程序。如果没问题，他很快就能回家了。薇薇，我没事儿，72小时，很快就过去了。爷爷等你回来。患者盛薇，患者目前以不存在的人作为幻想对象，并且可能存在一套内部逻辑自洽的解释体系。盛小姐，放松，我们只是聊聊天。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不太好，有时候失眠，睡着了也会做梦。这种情况多久了？3个月。3个月，正好是你开始收到礼物的时间。你觉得这之间有联系吗？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象过一些不存在的朋友，比如那种自己编出来陪自己玩的？没有，我不是那种小孩。那成年之后呢？在压力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在脑海里创造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？他想让我承认陆诗涵是我自己编的，他想把我归类成有精神疾病的人。没有。那陆诗涵呢？他出现的时候，你正好处于压力最大、失眠最严重的时期。他有没有可能是你在极度疲惫的时候，大脑替你创造出来的一个港湾？陆诗涵不是我想出来的，他真的存在。他给我送衣服、送口红，转了1个多亿，他连我爷爷需要助听器都知道。他给你送了这么多东西，但他从来没有出现在你面前过。你觉得真正爱你的人，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一直不出现吗？你不懂，他出不来，我也见不到他。直接给他注射2毫克镇静剂。放开我，我没病。
孙医生，我是陆氏集团法务团队的律师，姓林。这是盛薇女士的专项评估报告，结论是无任何精神疾病指征。签字医生是市医院精神科主任陈建明，真可以放下了。盛女士，陆先生让我们带您回家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车在楼下等您，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您可以走了。孙医生，治安所只是让您做评估，没让你强制使用某些手段。等着接法院传票吧。你是陆世涵的律师？是。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。系统查不到陆世涵这个人。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委托书，这上头的所有内容均可查证。公证书编号在这里。公证书是真的，委托书是真的，但委托人查不到，就和那笔钱一样，查不到转账人。盛薇的账户收到过大额来源不明的转账，你们怎么证明这笔钱的合法性？这笔钱我方在接手委托时做了第一轮审查，委托手续合法合规。至于其他的，那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了。您感兴趣可以自己查查。盛薇，你跟我说真的认识他？我认识陆生，可我说了你们不信。盛小姐，请你在我们查清楚之前不要离开本市，有什么线索随时联系我。我想见他，我想见陆世涵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儿？抱歉，我们只负责执行委托人的指令，其他的我们无权告知。他连这些都能做到，可我们至今都没见过面。盛薇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昨天治安员来过了。治安员来过了，问我们你平时和什么人接触，问你有没有异常，还问你老公的事儿，我们谁也答不上来。有些人啊，我还以为她真是什么富太太呢，合着全是编的。就是，还说什么老公不让加班，不让去饭局，上次还搞出来个什么法务团队，搞不好都是请的演员呢。盛薇，你倒是说清楚，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？小薇啊，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早点说清楚，别真出了什么事儿连累公司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有老公，那些东西也是我老公送给我的，只是他不在这个世界，我能怎么说？说了他们会信吗？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你们在这阴阳怪气什么？治安员都上门了，谁知道他惹了什么麻烦？就是，治安员来了3趟了，这样下去咱们也别工作了，每天等着被盘问就好了。盛薇，银行那边有结果了，你账户里那1个多亿不是从我们这儿的任何一家银行转出的。也就是说，这笔钱来源方不仅有资金，还有加密技术。转笔钱还扯上加密了，盛薇，你到底在跟什么人打交道？你别跟我们坐太近，到时候查起来我们都要被牵连。我就知道他那些东西来路不正。盛薇，我们怀疑你参与了高科技犯罪。看吧，我就说，跟钱说不清楚的人能是什么好人？开了眼了，社会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可可，就你跟他在后面整天屁颠屁颠的，赶紧跟他划清界限吧。我早就觉得有问题了，盛薇有问题，她那个老公更有问题。我没有骗你们。那你老公呢？你倒是让他现在来呀。我没办法联系他，现在他们等着看我笑话，可我又确实证明不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你们别太过分了，他说了是真的，你信他？那你帮他打个电话叫老公来接他呀。盛薇，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。有些人啊，自己惹了麻烦，别把公司拖下水。就是，到时候治安员天天来，别人还以为咱们公司是什么窝点呢。盛薇，你要是真有事儿，自己辞职走人行不行？别赖在这儿。我会证明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以前每到这种时候，他都会有动作的，可这次3天了，什么都没有。
他以前是怎么做到的？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都能卡在最好的时间出现。你是用了什么方法看到我这里发生了什么，还是能听到我在想什么？现在你一直没有动作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不可能一直等着他来救我，如果他不能再出现，那我就自己破局。盛威，3天到了，你有答案了吗？我交不出来。我就说吧，哪有什么老公，全是编的。那你之前还装的那么像，当我们是傻子啊？盛威，你早承认是骗人不就好了？你们查不到那就别查了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？盛威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你们觉得我有问题，可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就算我说实话，你们也不会信。我没有撒谎。不能解释？怎么，你老公死了，还是进去了？就是啊，盛威，你干脆就承认是自己贪慕虚荣，想骗咱们，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做同事。我们没有以后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自己男人没了就诅咒别人，真恶毒！盛威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你们什么都查不到，就说明这笔钱没问题。查不到才是最可疑的。你是不是被人控制了？是不是被威胁了？没有。那你在怕什么？我没有怕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有点冒昧，但我没有恶意。不要说和案情无关的话题。你有父母吗？活着的，现在能联系上的。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。你先回答我。没有。你呢？我有个爸。是吗？那你看看电话能打通吗？我明明是有父亲的，我记得我有父亲的，他住在老家，我记得我给他买过药。别查了，你没有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别为了逃避惩罚就在这故弄玄虚。我是不是故弄玄虚？你给你爸妈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不就是打电话？你等着，我现在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母队长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朋友吗？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很好的那种？没有。你呢？应该有的，但我记不起名字。可可，你有父母吗？除了我，你还有很好的朋友吗？好像没有，我想不起来。你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现在想一个朋友的名字，不用说出来，在心里想就行。想得起来吗？刘姐，你40几岁了，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没有父母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忆，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吗？是不是除了近几个月来到这里入职之后的信息，没人有其他的号码、照片、记忆？盛威，你在闹什么？请不要转移话题，积极配合调查。我没有转移话题，我一直在回答你的问题。钱从哪儿来？老公是谁？可你们所有人都答不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。你们不好奇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父母，没有朋友？他快50岁了，无父无母，无妻无子，只有一个快100岁的奶奶。你们觉得这正常吗？我也没有父母，没有朋友，只有一个爷爷。就算我们都有苦衷，都过得不顺，都没结婚，没恋爱，那老板呢？一个这么成功的人，没老婆，没子女，这真的正常吗？你们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吗？你说的这些和你的案子没有关系。我说了有关系。真的假的？亲亲。盛威说的对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我真的没有朋友。他要是不说，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的头好痛。你怎么样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这个赵宇入职比我还晚1个月，应该是也想起来了。他不用去医院，别担心，母队长。
盛威，你什么意思？盛威，我刚才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，但我抓不住，他们跑得太快了。盛威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来的比我晚，记忆还没彻底消失。你们心里都有一块空的地方，你们不去想，不去问，以为那是正常的。可它不是。接下来我要说的，可能会颠覆你们的世界观。盛威，你别卖关子了，有话赶紧说。就是啊，我倒要听听到底是什么颠覆世界观的事儿。大家很多人都没有父母，没有朋友，那是他们都活着，不在这个世界，而我们已经死了。盛威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真是浪费我的感情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惊天大秘密呢。盛威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要不请几天假休息休息？我很清醒，我早就说了，这件事你们都接受不了。盛威，你离不离谱啊？你的意思不就是我们都是鬼吗？大白天的鬼还上班，那也太惨了吧！盛威，你现在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下来。之前虽然陆氏集团提供了你的健康报告，但我的耐心有限。你现在是在故意扰乱调查。穆队长，我没有扰乱调查，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发誓是真的，而且我能证明。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？你快30岁了，除了最近刚认识的同事，连一个关系亲近的朋友都没有，你真的不好奇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些和你的案子没关系。穆队长，你也没有父母，因为你也已经死了，和我一样。我看这盛威是真的有点问题。治安员同志，你们赶紧把他带走吧，这一看就是犯了什么罪，说胡话耽误时间呢。盛威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配合不配合调查？我很配合，我已经在告诉你们真相了。你说我们都死了，说这话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我相信盛威。赵宇，你也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不是凑热闹，刚才我一想父母的事头就痛，然后好像就有了一些记忆。什么记忆？我记得我死了。赵宇，你怎么也开始胡说了？就是啊，赵宇，盛威是不是给了你钱你才帮他说话？治安员在这儿呢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的。我没疯，我也没说胡话。盛威说的对，因为我都记起来了。你俩串通好了吧？演双簧。抱歉，盛威，之前我也跟着说了一些难听的话。我得了重病，治了很久没治好，然后我就到这里了。我知道这很匪夷所思，但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赵宇来的比我还晚，所以他还能记得。张远，你就是新闻上那个专门勾引富婆被人家老公捉奸在床，躲窗户外面摔死的吧？穆队长，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奇怪的梦？比如说梦到自己受伤牺牲了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梦到过对不对？这种梦你应该做过不止一次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死的。人死了之后，会先来这里过渡一段时间，像活人一样生活，等到生前的记忆完全消失，才会真正离开。盛威，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不是已经验证了吗？一开始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有人从外面给我送东西，一件一件，像在敲我的脑子。送我的礼物都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们所有人生前都来自那里。至于我是怎么想起来的，说来还是因为你，穆队长。我曾经看过一条新闻，标题是抓捕行动中一基层治安员重伤牺牲，配图是一张治安员制服证件照。我当时特意去网上又搜了一下，因为你的姓太特殊了。新闻里说你配合抓捕危险犯罪分子，但是没想到对方都带着武器。你追到一个巷口被犯罪分子，等支援赶过去的时候，你的手还按在枪上，人已经没了呼吸。这个抓捕的梦，你做过不止一次，对不对？你每次梦到的时候，都以为自己还会醒过来，但你没有，你已经到了这里，跟我一样。头儿，你没事吧？那我现在算什么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以为你是活人，是因为你处在这个世界，生前的记忆正在被抹掉，像赵宇一样。等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生来就在这里。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是怎么死的？车祸，婚礼当天，死在试好婚纱去结婚的路上。我还记得那件婚纱是陆世涵亲自为我设计的，我很喜欢。在路口等红灯时，一个小学生横穿马路，我为了躲开他，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从侧面撞过来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玻璃碎的声音，还有安全带勒住胸口的感觉。现在死亡率高，出生率低，而离世的人有太多，都挤在一起等着进入下一个世界。排队的太多，实在放不下，所以就创造出一个这样的过渡世界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。现在你们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父母和朋友？因为他们都还活着。我们死后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和同样死了的人在一起，父母、朋友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，我们见不到，也联系不到。盛薇，我记的东西在变少。记不住就算了，过好当下。行了行了，盛薇，你今天闹够了没有？一会儿死人一会儿阴间的，你当你是地府导游啊？我感觉我好好的啊，吃妈妈香，睡眠也不错，怎么可能是死人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都忘了很多，我也一样，我忘了我的父母、朋友，还有我的未婚夫陆世涵。盛薇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我之前说过，我收到过一对耳环，我以为是别人送的礼物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对耳环是我闺蜜亲手设计好烧给我的。还记得你，还一直在那边想着你。薇薇，事情都解决了吧？爷爷，您信我吗？信，你说什么爷爷都信。这里呀，就剩咱爷俩相依为命了。薇薇，你跟爷爷说实话，你和小璐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没有，爷爷，我们没来得及。要是我不出事，我就能顺利完成和他的婚礼了。爷爷，要是我那天早点出门，或者晚点出门，就不会……那你走了之后，小璐她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在想办法找我。薇薇，之前那些东西都是小璐送来的？是，裙子、口红、花，还有爷爷您的助听器。好孩子啊，他舍不得你，舍不得你呀。爷爷，我好想他，我好想他，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爷爷知道，爷爷都知道。薇薇，你要是能见到他，替爷爷告诉他，他做得很好，爷爷谢谢他照顾了你这么久。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。不来这儿又该去哪儿呢？可是这个世界它不是……可我们还是需要走完这一段路，至少还得上班，不是吗？薇薇，那对耳环是突然出现在我桌上的，我当时竟然没多想。他没有忘记你，就够了。可我都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骂我白眼狼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知道还有人惦记我，这就够了。盛薇，那我还能记得多久？你来的最晚，应该还能记得久一点。努力抓住那些画面，能留多久是多久。盛薇，我昨晚也想起来一些东西。刘姐，不管能想起来多少，有人惦记你就够了。薇薇，你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活着的那些人，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？鲁队长，别误会，今天不是来查你，你的事我已经移交给别人了。上面开了一个新部门，专门负责像你这样的案子。那你收到的那些钱、礼物那些东西都不会有人再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你在这上面签字，不公开不讨论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世界必须是真实的。盛薇，你很幸福。
你老公还在那边吗？他还能再联系你吗？1点47分，我出车祸的时候，手表停在1点47，原来那是我死的时间。他还能再联系你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上次之后他一直没有动静。老婆，我给你的钱你收到了吗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。收到了。你给我那么多，我要用多久才能用完？老婆，你听得到我说话？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！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也很想你。时间宝贵，先把正事办了吧。在这儿。想什么呢？我是说回答我的问题。那些东西，口红、裙子、钱，你是怎么送过来的？你走之后，我每天都睡不着，家里到处是你的东西和味道。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张床上，就觉得你还在旁边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你翻身时床垫的动静。有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，就睡着了。然后我梦见你了，梦里的你和活着的时候一样，可是身边没有我。我当时就知道，我梦到的是你死后的世界。我醒过来之后试了很多办法，但都没用。后来我想到你以前说过，你喜欢一个小挂件，我第2天就去买了那挂件，烧了给你。那天晚上，我又梦见了你，你的桌上出现了那个挂件，你拿着它看了看，把它放在了抽屉里。我当时整个人都在抖，我知道，我找到联系你的办法了。所以你才知道我喜欢那套口红。你不是想要吗？所以你把口红全烧了。你喜欢的我都烧了。当我看到你被欺负的时候，我好生气。我恨我自己过不去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我没办法保护你。我全都看到了，我看到你被他们说成包养，看到你一个人在深夜里辗转反侧。我想过去，我想站在你面前抱抱你，想给你擦眼泪，告诉你别哭，但我过不去。我只能在那边的世界想办法烧东西、托梦、找人。你还安排了法务团队。我过不去，总得想别的办法。我给以前的一个下属烧了很多冥币，让他成立了陆氏集团，专门给你撑腰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欺负？你每天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知道。我专门安排了人保护你。陆总吩咐过，盛小姐不能有任何差池，不然你知道后果。助听器也是。你还说呢，我烧完回家之后，助听器就放在家里的桌子上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爷爷不喜欢我。爷爷很喜欢你，只是我当时太害怕，所以拒收了。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你送的。老婆，我难过死了，我以为你知道是我给你的，我以为你不想要我的东西，我以为你不爱我了。你怎么还是这么爱哭？我没有不想要，我只是不知道是你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以后我烧的东西你都要收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在爷爷家门口的槐树下埋了东西给你。你在爷爷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埋了东西，是什么？秘密，等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就在你小时候藏零食的那个位置，老槐树第3根分叉下面，你跟我说过，那是你童年的秘密基地。我没记错吧？你还记得那个？你跟我说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。我会去找的。你从精神疗养院被放出来之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，你感觉到了对吗？你一直没有动静，我每天都在想你是不是出事儿了，我好担心，可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不是我不想来看你，是因为这个世界发现我了。其实好多跑腿、快递员都是监视者。监视者？
但它们像是程序不完善的机器，和这世界一样，总会出现 bug。说来我还要感谢这些漏洞，我能把东西送到你手上，是因为2个世界之间有一条缝。时空裂缝？就是时空裂缝。那裂缝它会自己消失吗？还是会一直留着？但这个世界会自己修东西，它像一台机器，一直在扫哪里有异常，哪里有人越界。喂，别去，会被碾碎。你收到的礼物，我托的梦，法务团队的行动，全在他的扫描范围内。他发现了有人在违规把东西送进这个世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完全无法联系你。我烧了东西，梦见你收不到，我拼命想进入梦境，但每次都在半路被弹回来。最后一次的时候，那道墙差点把我碾碎。碾碎是什么意思？我醒过来之后，头疼了1个星期，鼻血流了3天，医生说是内火太旺的原因，但我知道不是。一定很疼吧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实在无路可走，只能去求助一位研究空间能量的先行者。他说，你引发的能量波动太过强烈了，对面的空间壁垒在阻拦你了。他交给我一枚古老的罗盘，说等到月色最暗淡的夜晚，将能量信物置于罗盘之上，就能打开空间裂隙穿行。我照着方法尝试，居然真的成功了。这是什么？没事，不疼了。以后我会来得很慢，但你放心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一直想办法来找你。我差不多要回去了，你在这里好好过，等我下一次再来看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我愿意，以后结婚就穿这种。好，你一直记得，你什么都记得。陆诗涵，你好好活着，我们总会有再见的那一天。我收到了，陆诗涵，你要好好活着。老婆，要记得我，一定不能忘记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。我爱你，陆诗涵，我们终会有再见的那天。